插座孔不够用，我买来了市面所有扩展插座，总有一种适合你。不到用的时候，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个插孔才够用。装修时觉得留的够多了，但设备和家电一多，就发现还是不够用。不过不用急躁，今天我把我自己在用的和市面上其他类型的各种扩展插座都买来了，归类分了3种，让大家一期看完全搞定。开始之前要先知道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无论哪种扩展插座，它都写有自己支持的最大功率，插上面设备的总功率一定不要超过这个最大数值，不然会有发热、融化和起火的风险。先说最简单粗暴的直插式扩展，如果你2头设备多，但插孔不够用的话，这种叫2级1转3的插头非常合适，体积很小，插排和插座上都合适。它这里还专门设计了凹了一丢丢，可以和3孔这边不打架，最大功率2500瓦，适合插风扇、充电头、路由器、光猫等小设备。我弱电箱里用的就是它。3插头设备多的话，就可以从3孔这里扩展，有1转2、1转3，甚至到1转5的，根据你需求选。这种也叫品字型插座。有2点需要注意，一是它分有线和无线。无线适合上面不经常拔插设备，不然你来回按的话，它插孔和上面一体，很容易松动。有线的这种又叫柔性的，下面拔插设备对上面就没影响，就是垂着会有高度和美观的问题。还有就是我们常用的这种插头叫10安插头，也有空调插座用的这种大插头的16安的1转3。空调这里的插孔比其他的插头要大，需要专门16安的才行。用了这种空调插座的利用率就更高了些。还有更简单粗暴的，就是这种直接盖住整个插座的，它两侧和下面还有很多2孔，老式只有一个3孔的这种用它最合适了。还有融合式，就是把手机、智能手表、耳机的插头全部融合成了一个，就是这种3合1的充电器。我家那位用的就是这个，3个插头变1个插头，少占很多插孔。不过就是这类充电器都不便宜，或者这种多孔大功率的充电器也可以，一样也是一个顶几个，性价比更高些，旅游出差时也很有用。最后一种方案就是插个带线的插排进行延长，可以换成插孔更多、更多、更长、更长的插座。这个最长的叫机柜插排，听名字就知道它是机房用的。不过数码用品多的人喜欢把它固定在书桌、升降桌下面，非常好用。如果小零碎 USB 头需求比较大的话，也可以选带 USB 插孔的插排，就是这种充电功率一般都不大，适合充个鼠标、键盘、电动牙刷、点读笔一类的。我家孩子学习桌用的都是这种。我还搜到过1拖30的，好奇什么场景下能用到这么多的 USB 口。有大功率充电口的大多叫桌面插座，它的标志就是会支持 Type-C 这种接口，能60瓦或以上，可以充笔记本或给手机快充。我电脑旁边用的就是这种。最后还有种很实用的，就是安装比较另类和麻烦些，这种就是在原有插座上进行扩展，它分向左扩展和向右扩展，这个看你哪边有东西碍事儿。它麻烦的一点是需要拆掉老插座，然后接线，再固定在墙上。外观类似明装，是突出墙面的。厨房餐边柜插座规划少了的话，用它最合适了，一下会多出好多插座。就是安装需要断电操作，以及需要基本的电工知识。这么多个类型，大家根据自己预算和设备插头类型选择就好了。上期电钻这篇说完，好多人说电钻是会选了，但不知道用哪个钻头打孔。那下期就分享怎么打孔好了。OK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